Let's play pretend, pretend, pretend. Make me perfect. Close the case. Pose me right, then hide your face. 这趟旅程，我一个人来到石垣岛，还有隔海相望的竹富岛，一个不算太远，却有种时间被放慢的地方。石垣岛位在冲绳本岛的南方，离台湾其实更近一些，是八重山群岛中最大的岛。一下飞机，机场外停着公车，4号、10号是主要前往市区与码头的公车，车程大概半小时。沿途的小屋、蓝天展现了可爱的小岛风光。距离住处不远，我就近散步前来桃林寺。以当地的八重山杉木建造，红瓦屋顶、石头墙面，展现出独特的冲绳风情，有别于日本其他神社与寺庙的景观。初到这片土地，先到寺庙走走，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希望接下来的旅程能够平安顺利。这次我住在 Sky Kukule。Kukule 有3种不同的住宿形态，有饭店、公寓式酒店、青年旅馆。我订的房型是 Ocean Living， 是有附厨房的公寓式饭店。一般公寓式饭店都是自助入住，但这里和青年旅馆同栋，1楼有服务柜台，公寓又是独立的出入口，这点我很喜欢。有3个炉，这是日本厨房很常有的烤炉。汤勺、饭勺、开瓶器、剪刀跟抹布，放厨余的。分类的垃圾桶、碗盘、杯子、筷子、汤匙，还有刀叉跟烤盘。还有一个咖啡机。在这里有种过日子的生活感。我想旅行的意义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找到生活本来的样子。居然还有电棒而且还是跟我同牌。吹风机，
在住宿附近的全家，门口有可爱的小猪 Q 比，是我这几天每天造访的好邻居。最期待的就是这家岛上最难预约的烧肉店，为了它，我提早3个月找了待订服务。不得不说，我这次找的待订服务超级佛心，居然只收铜板价的服务费，以人数计费，我一个人定位还没有加价，不得不推荐。这里最有名的涮烧肉务必要点，而另一个招牌横膈膜已经没了，可见有多抢手。来喝昨晚在全家买的乳酸菌饮料，这是当地有名的八重山元气乳业，喝起来类似可尔必斯的味道。另外还有牛奶、调味奶。今天计划搭船到竹富岛，竹富岛记录就留在下一集。我现在要走去吃早餐，在做功课的时候发现了一间很澎湃的早食店，然后它是定时的那种，看起来很日式，很吸引人，所以我现在要去看看。刚吃完早餐了，那个分量很多，我真的太饱了。然后我现在想要走去农协超市，去买一些感觉可以带回台湾的东西。现在是接近中午的时间，然后太阳超大，我觉得好像不输高雄的太阳，而且还没有骑楼可以走。
刚刚一路走来都是没有遮蔽的地方，超辛苦的。我喜欢逛当地超市，它总能透露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气味。超市里有许多当地蔬果、食材，还有我后来带回台湾的调味料。第3天在石原岛就找到在这里的生存之道，就是要走小巷子才能遮阳。如果走比较大条的路的话，基本上是没有遮阳，真的会被晒死。Thank you。石原岛的太阳晒得发烫，终于在这里得到救赎。比起浓厚的冰淇淋，我更喜欢清爽的 gelato。在这里，暑气被冰镇下来了。这里有各种伴手礼及特色小店。我遇见一间很酷的店，一个从渔船起家的品牌，延续了岛上捕鱼的文化，推出以取自鲨鱼肝油的角鲨碗保养品，也有适合作为伴手礼的海味食材，有着非常酷的包装设计而吸引我。我买了销售第1名的鲔鱼软罐头，搭配姜蒜调味与海带丝，非常下饭。石原市公社市场位在商店街内，往下通往主要的饮食区。2楼则是土产伴手礼区。
潰せって本当に毎回思います。最后一天租了脚踏车，往730交叉点方向骑去。这里有着冲绳回归的象征意义。美军占领的冲绳是跟随美国靠右行驶，在1978年7月30日改回向左行驶。这里也是岛上最热闹的地方。店里是满满的元气军商品。选了乳酸菌饮料汽水，非常消暑，让我得以继续骑车探索。已经看到我要来逛的药妆店 Drug 11。药妆店我其实没有买什么，然后所以我就现在要走去一家面店，这家看起来很厉害，所以现在来去看看。一栋100年老屋里的面店，庭院里鲜花盛开，店狗在门口打瞌睡。我点了1碗海菜面，加上用泡盛酒泡制的辣椒、岛胡椒粉，让整碗面有了灵魂。在充满魅力的传统日式房屋里，似乎特别美味。那是一种满足又带点不舍的味道。下一集带你一起登上竹富岛，体验更朴实的小岛风情。